弟媳大婚当日，竟当众提起分家。大家评评理，大嫂，你和大哥婚后霸着爸妈的养老别墅不说，还抢了他们的迈巴赫开，实在太不像话了。今天当着各位宾客的面，干脆正式分个家，让你以后再也不能啃老。分家，求之不得。晶晶，别说了。宋晴雪，我真的挺佩服你的脸皮，都是嫁进老陆家的儿媳妇，真当别人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别以为随口糊弄我一下，这事就能过去。大家不知道我这嫂子有多极品，住着公婆房子还要霸着主卧，衣来伸手饭来滚口不说，我婆婆上次好心帮她去书房打扫垃圾，不仅不领情，还把我婆婆给骂哭了。还有上个月我公公在家摔了一跤，扭伤了脚，他不仅不管不问，还直接把家里的迈巴赫开走，任由公公在地上疼得满地打滚，倒在地上。在锦川公司也是，那明明是陆家的产业，他却舔个脸霸下了个副总的头衔，每天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到了工位也涂脂抹粉，吃零食追剧，只知道使唤小姑子做事。大哥，你今天说句公道话，你老婆这样骑在全家人头上为非作歹，你到底管不管？当初结婚时，陆家可以称得上一句家徒四壁，全家除了陆北辰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陆北川和陆婉平都是进厂打工，爹妈也在工地干苦力。婚后5年，我不仅给陆家买别墅买豪车，还全资创办了锦川科技公司。陆北川和陆婉平也都读上了大学，我手把手教他们做生意，出钱出力帮他们拉客户。这一切别人不知道，但陆家每个人心里可都是门清。晴雪，弟妹没有冤枉你，那些事确实是你不对。作为大嫂，你本该以身作则，带头孝敬父母。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站起来向爸妈和妹妹陪酒一杯，好好道个歉，就算是过去了。这番话看似是给我递了台阶，实际上不仅认同了薛晶晶对我的所有指控，更是将我打成罪人，让我当场认罪。晴雪，你是我全家人的恩人，这辈子就算拼尽生命，我也绝不会让你受一丝委屈。没事的，老公，这个家以后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别见外。薛晶晶所谓的婆婆被骂哭那次，是因为她无视我3令5申强调别进我书房的叮嘱，趁我不在进去打扫卫生，却将我关乎公司命脉的跨国合同原件当成废纸卖了。而公公扭伤脚那次，我也在第一时间推掉重要客户，拨打高档私人医院的急救电话，直到看着公公上了救护车，我才开车去见甲方客户。至于小姑子，我将她视作亲妹妹，不仅出钱让她去海外读名校长见识，工作时也将她带在身边，毫无保留教导她如何经营和管理公司。包括陆北川，他玩赛车买的每一辆豪车和装备，娶薛晶晶的车房和彩礼，还有婚礼的全部花费，都是我一人掏钱承担的。要我道歉，做梦！我没做错的事，犯不着向任何人抱歉。晴雪，今天是我们陆家的大喜日子，看在我们多年夫妻情分上，你别那么任性，该识大体一点。当年恋爱时，无论我如何任性妄为，陆北辰都能照单全收。可现在，只是因为我不想背上不存在的黑锅，竟然被打上了任性的标签。识大体，陆北辰，你以为你们陆家的体面是靠谁给？够了，宋晴雪，看来的确是我平时太娇惯你。我宣布，从这一刻起，我们和爸妈正式分家，以后属于他们的养老别墅和车，未经允许，你一概不准使用。你名下的股权也全部交出来，彻底分割。陆北辰，你想清楚了？哪怕你不同意也没用。我作为陆家的长子，是锦川的实际法人和 CEO， 按照初始认股合同，我有权对你的股份做出处置。现在拿钱走人，已经是你最体面的退路，否则你将会一无所有。当初帮助陆家人创办锦川时，我其实很清楚认股合同上的小漏洞，足以让陆北辰随时将我扫地出毛。文件里，我名下持有的锦川科技的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陆北辰兄妹3人共同持有，还有那套登记在我名下的别墅，那辆迈巴赫也全部无偿赠与陆家父母，甚至连条款里都写了我自愿放弃所有追溯的权利，以后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干涉陆家的任何事务，包括公司的经营。或许从很久之前，他们就已经在盘算着怎么把我手里的东西全都名正言顺地抢过去。你们都想清楚了，
确定要我签这个字？凌雪，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我们陆家娶你进门，不是让你霸着家产的。你签了字，以后大家还是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多好。是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些东西本来就该是我们陆家的。你交出来以后，你还是我们陆家的大儿媳，没人会说你什么。嫂子，你就签了吧，你那么有钱，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的。可是对我们不一样，我们需要这些。就是啊，大嫂，你家大业大的，哪里在乎这点东西？就当是成全我们了，以后我们肯定记得你的好。听见了吧？全家人都这么说，你就别再端着了，赶紧签字，别耽误了我们的婚宴，扫了大家的兴。晴雪，签了吧。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难道这点信任都没有吗？你要是真的爱我，就签了这个字，证明给我看，你不是为了陆家的钱才跟我在一起。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确实不值一提，可你确定你们拿得住吗？宋晴雪，锦川本来就是我在管，这些年公司的业务都是我在跑，没有你，我们一样能把公司做得风生水起。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好。北辰，快收好！陆北辰，字我签了，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了。从今天起，你陆家的所有事都跟我宋晴夜没有半点关系。林叔，从这一刻起，锦川科技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凡和宋家相关的资源全部撤掉。好的，大小姐。1个月之内，我要让这个商业神话彻底成为永远的笑话。大小姐放心，我一定会立刻照办。就让这足以摧毁一切的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你们什么意思？之前的租金不是一直有优惠吗？怎么突然翻了这么多倍？你们这是坐地起价！陆总，话可不能这么说。之前你们这儿的宋总跟我们老板交情不浅，我们这才给你们按友情价算的。现在既然宋总被你们管理层除了名，那自然就要按市场价来。周边同档次的写字楼都是这个价，我们可没多要1分。对了，我们老板说了，要么你们按新的租金价格一次性付清1年的房租，要么就这个月底之前搬出去，你们自己选。哥，这租金翻了这么多倍，1年下来可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我们随便接个大单就赚回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这钱我们家不就是这点租金吗？我们还付得起。对啊，晶晶说的有道理，不就是涨点房租吗？我们现在有公司了，还怕这点钱？就是，之前公司每年赚那么多，这点租金根本不算什么的。喂，什么事儿？哥，不好了，供应链那边出大事了！陆总，今天要是再不交清涨价后的租金，我们只能拉闸限电，请你们搬出去了。就是，我们厂里的尾款也不能再拖了，今天必须见着现钱。宋晴雪把账上的钱全抽走了，现在公司就是个空壳。如果今天被赶出去，我在全家人面前的脸面就彻底丢光了。吵什么？不就是一点租金和尾款吗？真以为我陆某人拿不出来？刷卡，把你们的欠款一次性结清，以后别拿这种小钱来烦我。这可是我当 CEO 这几年偷偷攒下来的全部私房钱啊，就这么全砸进去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公司还在正常运转的假象还在，我就还是高高在上的陆总。大小姐，新办公区已经全部布置完毕，真正的核心研发团队一个不少，全部入驻。陆北辰以为抢走了一个空壳公司，霸占了几张旧办公桌就能替代我。今天我就要用实力告诉外界，锦川科技从来不是一栋楼，也不是一个公章。有我宋晴雪，有你们这群核心团队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锦川。还是我大儿子有本事，随便一出手就把那些催债的打发了。宋晴雪那个毒妇还想看我们的笑话，做她的春秋大梦去吧。就是，某些人还真以为离了他，咱们陆家就转不动了呢。真正的豪门底蕴
岂是某个被扫地出门的黄脸婆能懂的？感恩大哥戴妃！朋友圈发出去啦，我倒要看看宋晴雪刷到这条朋友圈会不会气得吐血。宋总，最新核心代码的第3轮压力测试已经跑完了，稳定性提升了20%。还不够，次世代产品的容错率必须是0。把第7模块的代码推翻重写，继续测试，直到完美为止。大小姐，陆家人今晚在外面大肆挥霍，薛静还在朋友圈发文，阴阳怪气的嘲讽您呢。跳梁小丑的狂欢罢了，他们越是骄奢淫逸，死期就来得更快。不用理会那些垃圾，大家加把劲儿，稳扎稳打，用最完美的新产品给他们敲响丧钟。陆总，这个月的财务状况非常不乐观。自从宋总离开后，我们根本接不到任何新订单，老客户也纷纷以各种理由推迟了合作。怎么可能？我陆培辰在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难道连几个订单都拉不来？现在公司每天都在空耗，员工工资、场地租金、设备维护，哪一样不是在烧钱？您之前垫付的那笔私房钱已经迅速缩水，快要见底了。如果再没有进项，下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不行，我绝不能让公司在我手里破产，更不能让宋清雪看我的笑话。常规订单来钱太慢了，去给我找，不管用什么手段，我急需一个能赚快钱的大项目来证明自己。宋总，您提交的次世代产品研发方案，我们专家组已经连夜评估过了，方案非常具有前瞻性。凭借您在行业内很高的声誉和过硬的技术实力，我们决定由官方科创基金领投这个项目。感谢官方的信任，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扩建计划和量产进度将大幅提前。大小姐的实力和信用才是锦川科技最宝贵的资产，陆北辰抢走的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合作愉快，接下来就让市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科技颠覆。王总、李总，好久不见啊！我们公司最近在筹备一个大项目，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兴趣合作？哟，这不是陆总吗？听说您最近可是大手笔，自掏腰包给公司填窟窿呢。陆总，您的公司现在连个像样的研发团队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谈合作？拿您那几张空头支票吗？这群见风使舵的势利眼，以前宋清雪在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对我点头哈腰的？宋总，您可算来了！听说您拿下了官方科创基金的领州，真是可喜可贺呀！宋总，我们公司对您的次微代产品非常感兴趣，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能参与下一轮的融资？感谢各位的厚爱，锦川科技的大门永远向有实力的合作伙伴敞开。凭什么？凭什么他离了我还能这么风光？而我却要在这里受尽屈辱。宋清雪，你给我等着！我发誓，我一定要搞到大钱，把你彻底踩在脚下！这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大项目，让他们知道我陆北辰的厉害。陆总，久仰大名。这群凡夫俗子只看重眼前的蝇头小利，根本不懂得欣赏您真正的商业天赋。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鄙人赵凯，顶级风投机构黑冰资本的亚太区首席代理人。陆总，我研究过您过去3年的商业案例，您的战略眼光和扩张魄力，在整个亚太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宋清雪不过是个懂点技术的书呆子，锦川科技能有今天的规模，全靠您在前面冲锋陷阵。他把您踢出局，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损失。赵总，您真是慧眼识珠，这圈子里的人都被宋清雪蒙蔽了，只有您看出了我的价值。我们黑冰资本最近正在寻找一个极具潜力的科技项目，准备注入一笔天价巨资。我觉得陆总您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能改变行业格局的掌舵人。天价巨资，有了这笔钱，我不仅能让公司起死回生，
还能彻底碾压宋晴雪。赵总，您放心，只要资金到位，我保证让黑冰资本获得100倍的回报。陆总，这是我们黑冰资本内部的绝密项目——海外半导体原材料垄断计划。现在全球芯片紧缺，只要我们联手拿下这批货的独家代理权，以后国内的科技公司，包括宋晴雨，都得看您的脸色。半导体原材料，这可是现在的绝对风口啊！不过赵总，这么大的项目，前期需要多少才能入局？大头自然是我们黑冰资本出，但需要您这边出点诚意。作为联合创始人的门槛，这项目听起来太诱人了，但我现在手头紧，不能把剩下的钱全砸进去，得留个心眼儿。赵总，我先拿出一部分试水，只要第一期收益到账，后续我绝对重金追加。各位媒体朋友，锦川科技全新业务线今天正式启动，我们将打破传统壁垒，用真正的核心技术引领行业新标准。宋总，锦川科技重组后势头这么猛，是不是意味着旧的锦川已经彻底被淘汰了？市场会给出最公正的答案。没有核心技术的空壳，注定会被时代抛弃。宋晴雪，你别太得意，品牌势头完全被他盖过去了。等我拿下了半导体原材料的项目，赚到大钱，我要让你跪着来求我。距离把试水资金打给赵凯已经过去了整整3天，这3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赵凯该不会是个骗子吧？要是这笔钱打了水漂，公司就真的完了。到了，真的到账了！才短短3天时间，赵凯竟然真的把本金和高额利息一起打过来了，这回报率简直惊人！什么实验研发，什么核心技术，全都是狗屁！这才是真正的赚大钱！妈，晶晶，北川，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找到了一个稳赚不赔的海外大项目。仅仅试水了3天，连本带利的高额回报就直接打到了我的账上。哎呦，我的老天爷！我就说我大儿子是百年难遇的商业奇才，宋晴雪那个死丫头根本配不上你。大哥太厉害了，宋晴雪天天在实验室里熬夜加班，哪有大哥您这运筹帷幄的本事啊？哥，既然这么赚钱，咱们赶紧把剩下的钱全投进去啊！放心，我已经决定重仓追加投资了。宋晴雪累死累活挣的那点辛苦钱，在我眼里连个零头都不算。把你们这儿最新款的限量版包包都给我拿出来，别拿那些过激的糊弄我。这个，还有那个，全给我包起来！我大儿子现在可是做海外大项目的商业奇才，这点小钱连他一天的利息都不够。就是，不像某些人离了我们陆家，只能天天在实验室里苦哈哈的打工。哟，这不是宋大总裁吗？怎么今天有空出来逛街了？大嫂，哦不对，宋总，你看看，离开你以后，我们陆家的日子过得可比以前滋润多了。你神气什么？我告诉你，北辰现在搭上了顶级风投，做的是海外半导体的大项目。大哥随便投点钱，几天的利息就够买你这破公司了。你现在后悔也晚了。顶级风投，海外半导体，陆北辰那个蠢货，这是被人当猪宰了还不自知。薛晴雪，商场的安保工作还需要加强，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乱吠。宋总，别走得这么急啊！我大哥马上就要拿下海外半导体的独家代理权了，到时候这商场里的电子品牌都得看我们陆家的脸色。就是，等北辰成了行业巨头，我们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栋商场买下来，重新整顿。买下这栋商场，看来你们对陆北辰的财力有什么不切实际的误解。王经理，
向这2位准买家介绍一下，这栋大厦的实际控局人是谁。2位女士，宋晴雪女士是我们这栋高端商业大厦的最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款权。你说什么？这商场是他的？这2位女士的言行已经严重影响了商场的正常秩序，把她们请出去。2位女士，请配合我们的工作，立刻离开大厦。你们干什么？我们可是花了钱的 VIP 客户！薛晶晶，看被赶出来了吧？拿着那么多包真丢人。大哥，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宋晴雪那个女人简直欺人太甚，她居然是市中心那栋高端商场的正大股东，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保安把我们赶出来了。就是啊，我的老脸都让她给丢尽了，你可一定要争口气，把她踩下去啊！妈，晶晶，你们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替你们出。等我拿下海外半导体的独家代领权，赚到天价的利润，我要用钱狠狠砸他的脸，把那栋商场直接买下来。赵总，上次试水的收益我已经收到了，咱们那个半导体项目什么时候能全面启动？陆总，您来的正是时候。项目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红利期，马上就要锁仓了。现在全球几大资本都在抢最后的份额，总部那边要求必须拿出一笔巨额的验资款，才能正式入局。这笔巨额验资款大概需要多少？回报率还能像上次一样吗？只要这笔巨资一到位，半个月内利润绝对翻倍，到时候陆总您就是整个科技圈的无冕之王。只要干成这一票，宋晴雪算个什么东西？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赵总那边给了最后通牒，只要凑齐这笔巨额应资款，下个月我们加了全家的资产，就能轻松过亿。但是我现在手头的流动资金还差一个缺口，咱们是一家人，现在是陆家跨越阶层的关键时刻，大家必须拧成一股绳。北辰说的对，只要能把宋晴雪那个毒妇踩在脚下，那咱国麦铁也支持你。大哥，我马上把我那些理财和私房钱全转给你，你可一定要带我们发大财啊！大哥，我也要把我的跑车抵押出去筹钱。还不够，距离赵凯要求的验资底线还差最后一块。婉平，哥知道你卡里还有一笔准备是出国留学的全部费用，你先拿出来借给哥周转半个月。哥，那可是我下个月就要交的学费和保证金，要是动了这笔钱，我可能就去不了海外了。婉平，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哥赚了钱难道会亏待你吗？等半个月后利润翻倍，哥直接给你捐个名校的入学名额，让你风风光光的去留学。现在全家都在为了咱们陆家的拼命，你难道要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心，眼睁睁着哥错失这个暴富的机会吗？那好吧，哥，你一定要按时还给我，你一定要按时还给我。来，让我们提前庆祝陆总拿下海外半导体的独家透检权，也祝贺陆家即将跻身顶级豪门。哎呦，赵总真是我们陆家的贵人啊！等我们北辰成了首富，一定好好感谢您。楚雪，你看到了吗？没有你，我陆北辰照样呼风唤雨。宋晴雪，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我马上就要拿下海外半导体的垄断权了，你就等着仰望我吧。到时候，我要让你跪着求我给你一口散饭吃。哈哈哈哈！宋晴雪，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我马上就要拿下海外半导体的垄断权了，你就等着仰望我吧。海外半导体垄断权，这种低级的庞氏骗局，也就只有陆北辰这种被贪婪蒙蔽双眼的蠢货才会相信。林叔，把陆北辰的号码拉进黑名单吧，我不想再听到这毫无营养的犬吠。好了，小姐。
大小姐，您让我查的那个赵凯，底细已经全部摸清了。他所谓的黑冰资本亚太区首席代理人头衔，完全是伪造的。他在海外注册的那家公司，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皮包公司。果然不出我所料，什么海外半导体垄断权，不过是用来钓陆北辰这种耍货的诱饵罢了。陆北辰急于向我证明自己，又极度渴望报复，这种低级的庞氏骗局，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大小姐，陆北辰这次可是把全家人的老底都砸进去了，我们要不要稍微提醒他一下？提醒他？林叔，你觉得一个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的赌徒会听得进别人的警告吗？陆家人骨子里的贪婪和虚荣，注定了他们会被这种骗局反噬。他们现在正沉浸在暴富的狂欢中，任何人的提醒都会被他们当成是嫉妒和阻挠。今天是半个月约定的分红日，赵凯说好今天会把翻倍的利润打到我账上的，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接电话，快接电话！赵总，今天可是分红的日子，资金什么时候能到账？我这边还等着钱周转呢。陆总，实在抱歉，这笔资金数额太大，在跨国转账的时候突然遭遇了严格的审查。审查？那要审查多久？这笔钱可是我全家人的身家性命啊！陆总，您先别急，这是常规流程。我正在动用黑冰资本的高层关系进行疏通，最多再等2天，资金绝对能安全落地。陆总，我这边正在跟审查的人交涉，先不说了，等我消息。外汇审查2天，为什么我心里总觉得有些发毛？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赵总，赵凯在哪？阿姨，这里的人呢？赵凯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啊，昨天半夜他们就急匆匆的搬走了，连这个月的物业费都没交呢。搬走了？怎么可能？昨天他还说在疏通关系，我的钱，我全家人的钱。陆先生，经过我们初步核查，你口中的这个赵凯使用的是伪造的身份信息，他背后的团伙是一个专门针对企业高管的跨国连环骗局组织，他们利用所谓的海外高回报项目作为诱饵，已经作案多起。治安员同志，那我的钱呢？那可是我全家人的积蓄啊！你们一定要帮我追回来。陆先生，很遗憾，这笔资金在打入对方账户的10分钟内就已经被化整为零，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了境外多个匿名账户。以目前的追踪技术，这笔钱已经追不回来了。追不回来了，全完了，我陆家彻底完了。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随便，给我一杯最便宜的黑咖啡。我该怎么向家里人交代？他们还在等着分红买别墅。宋清雪，对，宋清雪那么有钱，她一定有办法帮我。只要我低头认错，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她不会见死不救的。清雪，我错了，我被骗了，求你帮帮我，借我一笔钱渡过难关，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拉黑了，他早就把我拉黑了。可恶啊，宋清雪，我跟你势不两立！晶晶，你看这套带恒温泳池的独栋别墅多气派，等北辰的分红一到账，咱们就买这套。妈，这套好是好，就是离市中心远了点，我觉得还是那套大平层更适合咱们现在的身份。哥，你可算回来了，钱到账了吗？我那辆限量版跑车已经看好现车了，就等交定金了。北辰，你怎么这副鬼样子？出什么事了？是儿子，钱呢？赵总那边怎么说？没了，全都没了。赵凯是个骗子，我们的钱被卷到国外去了。啊，你说什么？骗子？那可是我们全家的积蓄啊！陆北辰，你开什么玩笑？我的私房钱还有晚年的学费，
不回来了。老头子，你怎么了？快打120，爸突发心梗了！医院出于人道主义，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抢救，病人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为了防止出现严重的偏瘫后遗症，必须立刻注射一种进口的特效药。这种特效药是非医保的自费项目，价格非常昂贵，医院无法垫付。你们家属赶紧去收费处把费用交了。抢救时间不等人，越快用药效果越好。钱全被赵凯那个骗子卷走了，我现在连明天的饭钱都拿不出来，哪里还有钱去买这么贵的特效药？妈，静静，爸现在等着救命。你们身上还有首饰可以当掉救急吗？先凑点钱把药费交了，以后的事我们再想办法。这可是我最后一点值钱的念想了，挡了以后我靠什么活啊？大哥，我的私房钱全被你赔光了，这戒指是我结婚的彩礼，怎么能随便当掉？那可是我爸，是你们的丈夫和公公，难道一条人命还不上几件破首饰吗？医院不是说命保住了吗？那什么特效药说不定就是骗钱的。就是啊，大哥，你不是认识那么多大老板吗？你打个电话借点钱不就行了？干嘛非要动我们的东西？喂，王总，我父亲突发心梗，急需一笔救命钱，您看能不能先借我一点周转一下？哟，陆总，您不是刚投了海外大项目吗？怎么连这点医药费都拿不出来？我这小本生意可高攀不起您。李总，看在咱们过去合作的份上，帮帮忙吧。北辰，你被骗破产的事儿，圈子里都传开了，你现在就是个无底洞，谁敢借钱给你？以后别再打来了。因为错过了最佳的特效药注射时间，病人现在已经彻底偏瘫了。以后他不仅丧失了语言能力，连最基本的翻身、进食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24小时照顾，那得花多少钱请护工啊？不仅是护工费，后续的康复治疗、营养液、防蛀疮设备，每一项都是长期的开销。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大小姐，陆家那边的情况已经查清楚了，陆北辰被赵凯骗光了所有的资金。自作孽不可活，他们当初算计我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这只是开始，贪婪的代价，他们还没付够。大小姐，陆北辰现在走投无路，肯定会想办法在行业内重新找工作。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通知行业内的所有合作伙伴和猎头公司，下达全面封杀令。谁敢利用陆北辰，或者给他提供任何商业机会，就是与锦川科技为敌。明白，大小姐，我会立刻把消息放出去，彻底切断他在科技圈的所有退路。陆家的事情到此为止，不用再向我汇报了。我们现在的重心是下个月的新品发布会。老板，这块表9成新，原价200多万，死当！我急等着用钱，你给个痛快价。陆总，您这表是不错，但现在谁不知道您破产了？这表沾了晦气，不好出手啊，最多50万，爱当不当，不当您去别家问问。50万？你这是抢劫！这可是我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了。陆总，您现在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吗？好，50万就50万，马上给我转账！
妻子，不，那是曾经全心全意爱着我的女人。如果我没有背叛她，现在站在那里接受众人仰望的，本该是我。宋总，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期待腾势科技的新产品大放异彩。合作愉快，各位慢走。清雪，清雪，求求你，给我5分钟时间，就5分钟。清雪，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求你借我一笔钱，我以后当牛做马还给你。清雪，我们毕竟夫妻一场，你以前那么爱我，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陆先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的死活与我无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北辰，你回来了。医院那边下了最后通牒，要是明天再交不上特护护费，你爸自得进口药就要停了。只有50万，那块表我死当了。哥，刚才法院的人来电话了，如果我们再不履行还款义务，这栋房子下个月就要被强制拍卖了。哥，你以前是腾势科技的 CEO， 你认识那么多大老板，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北辰啊，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赶紧出去找份工作吧。凭你过去3年的管理经验，随便去哪家大公司当个高管，年薪也够咱们家渡过难关了。好，我明天就去投简历。我陆北辰绝不会就这么倒下。哟，这不是腾势科技的陆总吗？怎么，放着好好的跨国公司 CEO 不当，跑我们这小庙来投奖烙了？赵刚，我今天是来应聘市场总监的，以我过去3年的管理经验，完全能胜任。管理经验，陆北辰，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宋总早就发了行业通告，你那点履历全是靠他包装出来的。你连个最基本的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全靠宋总在背后给你擦屁股。你真以为圈子里有人会要你这种废物？你别欺人太甚！保安，把这位陆总请出去。以后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直接拉黑。我们公司不收垃圾。是陆建蛇先生的家属吗？我是住院部护士，病人的账户目前已经严重透支了，主任已经向医务处申请了绿色通道，尽量给老爷子维持着基础的治疗用药，但是后续必须用到的进口溶栓药和高级营养泻，系统上面确实开不出来了。陆先生，病人的病情现在很关键，后续的康复治疗千万不能断，您看能不能尽快想想办法，把费用补上一些，我们这边也好赶紧安排后续的治疗方案。陆总，别来无恙啊。严婷，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严婷是宋晴雪在商场上最大的死对头，一直觊觎锦传科技的核心技术，两人斗了3年都没分出胜负。看笑话，我可没那个闲工夫。我只是觉得曾经风光无限的陆总，现在沦落到吃临期食品，实在有些可惜。上车聊聊，或许我能帮你把失去的一切连本带利的拿回来。宋晴雪做事太绝，不仅拿走了你的公司，
还断了你所有的后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打垮宋清雪，而你需要钱救命，更需要复仇。你能给我什么？资金、人脉，以及锦川科技最核心的研发图纸。我要你做我的白手套，成立一家新公司，用他的技术抢他的市场，把他彻底踩在脚下。这是宋清雪下个月准备发布的新品图纸，你怎么弄到的？这你不用管，商场上只要价码足够，没有买不到的秘密。我会以海外风投的名义给你注资成立一家全新的科技公司，你来做法人和 CEO， 拿着这份图纸抢在宋清雪之前把产品做出来，我要让她在发布会当天变成全行业的笑柄。好，只要能让宋清雪付出代价，我什么都干。先别急着答应，看看最后那份对赌协议。协议规定，如果新公司未能在1个月内抢占锦川科技50%的市场份额，我作为法人将承担所有的债务和法律风险。这风险全由我一个人承担。陆总，高收益自然伴随着高风险。你现在一无所有，连你父亲的医药费都交不起，你还有什么可失去的？想想宋清雪是怎么把你扫地出门的，想想你家人现在住的贫民窟，签了字，你立刻就能拿回属于你的体面。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的死活与我无关。宋清雪，你给我等着！妈，晶晶，别哭了，我们陆家东山再起了！哎呦，我的老天爷！北辰，你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天哪，我们有救了！我就知道大哥肯定有办法。有大资本看中了我的能力，给我注资成立了新公司。宋晴雪那个贱人，好日子到头了。哥，那我的留学尾款是不是有着落了？拿去交。我们陆家的人绝不能在外面丢了面子。给我父亲陆建国的账户里充值，马上恢复所有的进口药和营养液。不仅要用最好的药，还要给我老头子转回单人病房。陆先生，单人病房现在有空床，但需要额外缴纳一笔特户押金。怕我们给不起钱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大哥现在可是大公司的 CEO， 赶紧去办，要是耽误了我公公的病情，我让你们全都下岗。把你们这儿最新款的包都给我拿出来。女士，这边是当季新款，价格都在5万以上。怎么，怕我们买不起？把那个还有那个全给我包起来。虽然严婷给的钱大部分要用于公司运转，但买点高仿和打折货装点身面，足够出去唬人了。这条丝巾还有那双鞋我都要了，动作快点，别耽误我们去喝下午茶。等北辰把宋晴雪那个小贱人踩在脚下，我要让他跪着给我洗脚。李主管、张主管，两位都是锦川科技的骨干。宋晴雪能给你们的，我陆正人现在能给双倍，不仅是薪水，还有新公司的原始期权。陆总，这宋总平时待我们不薄，突然跳槽不太合规矩吧？规矩，商场上利益才是最大的规矩。良禽择木而栖，我的新公司背后有顶级资本撑腰，前途无量。两位难道想一辈子给那个女人打工？宋晴雪，你引以为傲的左膀右臂，现在全都是我的，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哥，办妥了！宋晴雪下个月要用的那批核心原材料，我直接砸了高价，让供应商违约转卖给我们了。哈哈哈哈哈哈！干得漂亮！这批材料一断，它的生产线就得全面停工。我看他拿什么去交付下个月的订单？违约金就能赔死他。大哥，听说你把宋晴雪的墙角都挖空了，这下好了，没了骨干，没了材料，那个贱人的公司马上就要变成个空壳子了。就是，敢把我们赶出家门，这就是他的报应。等他破产了，我要让他跪在医院门口，给我老头子磕头认错。宋晴雪，你给我的屈辱，我会1000-100倍的还给你。这只是个开始，
属于我们陆家的复仇正式拉开帷幕了。大小姐，刚刚得到消息，研发部的老李和销售部的老张今天早上正式递交了辞状。他们带走了各自团队的几个核心成员，直接去了陆北辰新成立的科技公司。知道了，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下个月急需的那批核心原材料，供应商突然单方面毁约了。据说陆北辰那边出了高价，直接把货截胡了。大小姐，这批材料如果断供，我们的生产线会受很大影响。高价截胡，他陆北辰还真是长本事了，知道用钱砸人了。严婷啊严婷，你以为找个蠢货当白手套就能试探出我的底牌？林叔，通知法务部老李和老张的离职手续一路绿灯，不要设置任何竞业限制的障碍。大小姐，他们可是带走了不少机密数据，就这么放他们走？机密？那不过是我故意让他们看到的机密。至于那批被截活的原材料，让采购部装作很着急的样子，去市场上到处找货，动静闹得越大越好。鱼已经咬钩了，现在收网还太早，把网放长一点，让他们再膨胀几天。我要让他们爬得越高，摔得越惨。陆总现在可是背靠大资本，新公司势头真凶啊！是啊，连锦川科技的骨干都被陆总挖走了，以后这行业还得看陆总的脸色。哟，这不是宋总吗？怎么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连个搭话的人都没有？宋总，听说你公司的研发和销售主管都跳槽了，连下个月要用的核心材料也断供了。要是生产线实在揭不开锅，你当众求求我，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我或许能把那些用剩下的边角料赏给你。蠢货，就让你再得意几天。你现在跳得有多高，收网的时候就摔得有多惨。林叔，我们走。哈哈哈哈哈！宋总，别急着走啊！下个月我的新品发布会，你可一定要来观摩观摩。宋晴雪，你终于也有今天，你那不可一世的骄傲，还不是被我踩在了脚下？女士，请问您找谁？有预约吗？预约？我找你们老板宋晴雪，还需要预约？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我大哥现在可是身价过亿的科技公司 CEO。去把宋晴雪那个贱人给我叫出来，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算什么本事？女士，请您不要在这里大声喧哗，否则我们要报警了。报警？你报啊！回去告诉宋晴雪，他那破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等我大哥把这栋楼买下来，我要让他天天跪在地上给我扫厕所。宋总，楼下安保人员佩戴的执法记录仪已经开启，画面和声音都非常清晰。把他刚才说的那些话，特别是涉及买下公司、扫厕所以及威胁公司运营的言论，全部单独摘取出来。薛晶晶，你还真是不遗余力的给你们陆家挖坑啊！明白，这些言论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和商业恐吓，证据链非常完整。把这些视频资料做好证据保全，先不要打草惊蛇。等收网的时候，这些都是送他们一家人进去吃牢饭的铁证。让他再多跳几天吧。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合作伙伴，这就是我们公司倾力打造的次世代智能终端，它的性能完全超越了市面上某家自称行业标杆的科技公司。而我们的首发价格只有他们的一半，我们要用最大的诚意回馈整个市场。陆总，这个价格简直颠覆行业的底线啊！宋晴雪，你拿什么跟我打价格战？我要用你的技术，把你的客户全部抢光。大小姐，陆北辰的新品发布会结束了，他们发布的产品和我们原计划的竞品高度重合，他们直接打起了恶性价格战，价格只有我们的一半。短短几个小时，我们的市场份额瞬间被抢走了一半。抢走一半？我还以为他能一口气全吞下呢。看来严婷给他的资金也不过如此。那份图纸里的致命缺陷，只要一投入高负荷运转，就会彻底爆发，卖得越多，死得越快。通知销售部，不用降价挽留客户，想解约的直接放行，
让他们先狂欢几天，这偷来的市场份额很快就会变成催命的绞索。严总，您看这数据，我们的新品一上市，直接把宋晴雪的市场份额抢走了一半。一半？我要的是彻底垄断，是让宋晴雪永不翻身，立刻加大产能，把剩下的市场份额全部吃下来。我要在下个月的财报上看到锦川科技破产的清算公告。严总，加大产能没问题，但是我们打的是价格战，利润空间太薄了。现在账上的流动资金已经不够支付代工厂的预付款了，您看能不能再追加一笔投资？陆总，做生意不能总指望别人喂饭。我前期的注资已经足够你启动了，现在是抢占市场的关键时刻，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是一家专门做过桥贷款的金融机构，放款快，额度高。过桥贷款？这利息可是高得吓人啊！万一资金链断了，只要你垄断了市场，有了定价权，这点利息算什么？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宋晴雪喘过气来，再把你踩在脚下？好，我借，只要能弄死宋晴雪，这点风险算什么？妈，晶晶、北川、方，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新产品彻底卖爆了！哎呦，我就说儿子有出息，宋晴雪那个小贱人，现在肯定躲在被窝里哭呢。不过现在有个小问题，市场需求太大，我们的产能跟不上了。只要我们能再拿到一笔贷款扩大生产，就能彻底垄断市场。到时候我们陆家就是本市的首富。哥，那还等什么？赶紧去贷款啊！贷款机构要求我们全家作为共同担保人，签个字走个过场就行。无限来晚责任担保书，大哥。这万一要是赔了，我们岂不是要背上巨额债务？赔？怎么可能赔？现在产品供不应求，这只是为了快速拿到钱的常规操作。你要是不签，以后公司的分红，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签，赶紧签！北辰还能害我们不成？有了这笔钱，宋晴雪，你的死期到了。大小姐，陆北辰那边已经拿到了高额的过桥贷款，全部投入了生产线。他们现在正在疯狂扩大产能，试图彻底垄断市场。很好，他借的钱越多，死的就越快。陆北辰，你真以为你能轻易挖走我的骨干？老李和老张不过是我故意安插的死箭。他们带走的那份所谓的核心图纸，其实是我早就废弃的方案。那份图纸存在致命的散热缺陷，一旦设备高负荷运转超过1个月，就会引发主板自燃。难怪您当初让他们走得那么痛快。那批被截胡的原材料呢？那批材料是我故意放出的烟雾弹，那批材料的抗压强度根本达不到次世代产品的标准，是即将被淘汰的次劣质的材料，加上有致命缺陷的图纸，陆北城生产的越多，埋下的定时炸弹就越多。大小姐，您这招暗度陈仓真是绝了。陆北辰现在还以为自己赢定了呢。算算时间，那些设备也快到极限了。准备好，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陆总，恭喜恭喜啊！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以后您可是咱们市的科技巨头了。是啊，陆总真是年轻有为，短短几个月就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真是让人佩服。哪里，这只是个开始。等公司上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商业奇才。哎呦，我儿子就是有出息，不像那个宋晴雪，离了我们陆家，现在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了。就是，等我们公司上市了，我要把宋晴雪那栋破办公楼买下来，改成公共厕所。各位亲朋好友，各位合作伙伴，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庆功宴。我们的新产品已经彻底占领了市场，下个月我们就要去敲盘上市了。曾经有人看不起我，把我扫地出门。宋晴雪，你看到了吗？我现在站得比你高，拥有的比你多，但现在我要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我要把他永远踩在脚下。宋总，最后一次极限压力测试已经完成，
真正的次世代智能终端，各项性能指标远超预期，稳定性达到了100%。辛苦了，老王，这才是我们锦川科技真正的底牌。大小姐，陆北辰那边还在5星级酒店开庆功宴呢，听说扬言要买下我们的大楼。庆功宴，那是他们最后的晚餐。陆北辰，你以为偷走一份废弃的图纸就能把我踩在脚下？林叔，陆北辰那批用了劣质材料和缺陷图纸的设备，上市多久了？刚好满1个月。按照我们的推算，那些设备的高负荷运转已经到了临界点。很好，定时炸弹的倒计时已经结束了。通知公关部和法务部，准备全球发布会。收网。喂，你好。什么？设备突然自燃了？有没有人员伤亡？先生，您先别激动，系统崩溃导致数据流失，我们马上派技术人员去核实。大家稳住，先记录客户信息，不要轻易承诺赔偿。喂，王总，您那批货也出问题了，全线瘫痪。陆总，不好了，出大事了，天真的塌了。慌什么？天塌下来了吗？我们卖出去的设备在市场上大面积出现了安全事故，有的设备主板自燃，有的系统彻底崩溃，导致客户数据全毁。这怎么可能？我们的产品明明经过了测试。哥，网上的舆论已经炸了，到处都是我们产品自燃的视频，退货潮已经开始了，经销商堵在工厂门口要求退款，索赔电话把客服中心的线路都打爆了。怎么会这样？那份图纸明明是宋晴雪的核心机密。完了，全完了。严总，严婷，你在哪儿？阿姨，这里的人呢？严总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啊，昨天半夜他们就急匆匆的搬走了，连工资都没给我结清呢。搬走了？怎么可能？昨天他还打电话催我加大产量。陆总，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那份图纸的缺陷我早就看出来了，感谢你替我试错，也感谢你替我背下这笔巨额债务，祝你好运。严婷早就察觉不对，他利用我疯狂扩张，然后卷走了所有的核心资金。他把我这个法人留下来，就是为了给他顶雷。严婷，你这个王八蛋，你不得好死！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行业同仁，今天锦川科技将向世界展示什么是真正的次世代科技。我们的新产品不仅在性能上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更在安全性上做到了绝对的零失误。宋总，这款产品的稳定性简直不可思议。当然，真正的创新是偷不走的。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款与我们高度相似，却频频发生自燃和崩溃事故的劣质产品。大家请看，这款劣质产品所使用的核心架构，正是我们锦川科技在半年前就已废弃的残次品图纸。苏总，您的意思是，陆北辰的公司偷窃了你们的商业机密？这里有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陆北辰不仅非法窃取了我们的废弃图纸，还为了压缩成本，使用了不合格的劣质材料。锦川科技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这种毫无底线、危害公共安全的商业欺骗行为，我们绝不姑息。宋总，楼下有几位访客说是您的亲属，他们执意要见您，保安拦都拦不住，在楼下大吵大闹的。走投无路的陆北辰，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我了。不用猜也知道是谁，让他们上来。清雪，妈错了，是妈鬼迷心窍，是妈忘恩负义。清雪，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我们夫妻情分还在啊。你就当看在我们过去的感情上，再帮我们一次。只要你肯原谅，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哪怕是给你当牛做马也行。大嫂，之前是我不懂事，是我被猪油蒙了心，不该胡说八道抹黑你，不该诅咒大家分家，我知道错了，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再也不该有二心了。大嫂，你帮帮我们吧，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公司没了，房子没了，我哥还欠了一屁股债，我爸还躺在廉宗房里等着钱治病。哭的倒是挺卖力，可我看着他们眼底深处却没多少真心，全是对利益的算计和不甘。收起这副嘴脸吧，卖产也改变不了什么。清雪，你是我们陆家的恩人啊，当初要不是你，我们一家人还在工地打工，哪里能住别墅开豪车，哪里能锦川这么大的公司？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恩人，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恩人的？不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误会，我们只是跟你闹着玩呢，没有真的想算计你。闹着玩？既然如此，我也跟你玩一玩，我们离婚吧。之前的资产转让协议是你们以欺诈手段诱使我签订的，属于无效协议。我已经委托律师介入，启动法律程序收回一切。从今天起，我和你们陆家再无任何瓜葛。清雪，不要离婚，你不能这么绝情。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会改，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们的感情早就被你自己毁掉了。陆先生，我是宋晴雪女士的委托律师，这是离婚诉讼的相关材料，请你签收。另外，关于确认资产转让协议无效及收回资产的诉讼，我们也已经向法院提起，后续请你配合调查。如果你们拒绝配合，我们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呀！陆夫人，请你保持冷静，否则我们将联系一系安保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并报警处理。各位，请吧。陆北辰这个蠢货，还真以为天上会掉馅饼。他不仅替我失了错，还完美的替我背下了所有的债务和法律责任。严总，去往海外的私人飞机已经准备就绪，航线也申请下来了，车子就在楼下等您，我们随时可以出发。干得好！等到了国外，这笔卷出来的巨额资金，足够我们逍遥快活几辈子了。至于宋晴雪，就算他把陆北辰送进监狱又怎样？锦川科技的元气早就大伤了。哟，这不是宋总吗？宋总不在公司里收拾陆北辰留下的烂摊子，怎么有空跑到我这里了？难道是来给我送行的？严祖走得这么急，作为老对手，我当然要亲自来送送你。宋晴雪，你别装出一副赢家的姿态。你以为你搞垮了陆北辰你就赢了吗？陆北辰那个白痴用你们的残次品图纸疯狂生产，欠下的巨额债务全算在他头上，而我早就把核心资金洗得干干净净，全部转移到了海外。你虽然赢了那个蠢货，但锦川科技的资金链已经被我抽干了。宋晴雪，我才是最后的赢家。最后的赢家，严总，你是不是对洗得干干净净这句话有什么误解？海外第一离单账户尾号7392，环球联合银行尾号5014，还有你刚转入的匿名岛屿信托基金尾号8821。你怎么会知道这些隐秘账户？这不可能！这些账户都是我用多层海外公司交叉控股设立的，连我最亲近的助理都不知道全貌，他怎么可能查得这么清楚？你真以为我故意放给陆北辰的那份废弃图纸，仅仅只是存在散热绰线那么简单？那套图纸配套的生产结算系统，底层自带我们公司的防盗版云端审计模块。你们只要一联网使用这套偷来的系统，所有的交易数据就会自动触发防盗机制，实时备份到我的主服务器上。你们用我的系统洗钱、转移资产，每一笔流水都成了系统自动生成的侵权和欺骗铁证。我只是把这些合法收集的证据原封不动地交给了金针大队。严婷，你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资金转移，现在全都成了送你进监狱的催命符。叶总，不好了，出大事了！我们所有的离岸账户刚刚被国际反现金组织全面冻结了，资金1分钱都转不出去了。宋晴雪，你敢阴我？你以为断了我的资金，你就能全身而退吗？把他给我拿下！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
治安员都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严婷，你涉嫌重大商业欺骗、非法以钱及侵犯商业秘密，这是逮捕令，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捕，跟我们走一趟。严婷，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在我的棋盘上，你连当棋子的资格都没有。没事，我还有这些包，随便卖掉一个也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宋晴雪那个毒妇想把我们逼死，没门儿！有了这些首饰，我们照样能翻身。陆北辰，我们是执行局的，因你名下涉及巨额债务且未能履行生效判决，现在依法对你及共同债务人名下的高价值豆动室进行查封和登记保全。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私人物品，你们凭什么拿走？抢劫了！欺负老百姓了，连我们最后一点活命钱都要抢啊！请你们保持冷静，配合法院执行工作，抗拒执行将面临司法拘留。法律规定，我们会依法保留你们的日常衣物、床铺、厨具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保障你们的基本生存权利。但这些名牌包包、高档首饰属于非生活必需的高价值财产，必须依法查封，用于后续的司法拍卖偿还债务。法庭已经正式宣判，我与陆北辰的婚姻关系解除，所有被非法转移的资产全部收回。从今天起，锦川科技进行全面重组，把陆家安插的所有闲杂人等立刻结账走人。我们要开拓全新的业务线，让锦川的市值在3个月内再翻3倍。大小姐，严婷的案子判了，数罪并罚，下半辈子都要在里面踩楼人级了。罪有应得。陆家那些人呢？陆北辰现在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每天还要躲避债主。陆北川送外因为超时天天被骂，陆晚风被退学进了流水线打螺丝。陆母一身的病，只能在廉租房里守着半身不遂的陆父，一家人过得生不如死。他们的死活以后都不用再向我汇报了。往后余生，我只为自己而活，只为值得的人付出，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消耗我的真心和精力。阳光正好，未来可期，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